你看过这位经典人物吗？等等，我说的是后面这位，他就是靠着举牌抗议红遍台湾大街小巷的抗议天王。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传奇人物柯四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22年11月21号，柯四海被发现在自己的箱型车上过世，享受66岁。新闻一出，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意外。比较年轻的观众可能对柯四海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他可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大概在20年前，柯四海靠着乱入新闻、举牌抗议，迅速的攻占了各大的媒体版面。而他的经典台词“台湾法律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马英九还我牛也都成为了当时流行的网络用语。而此外他也曾经多次的投入地方选举，那虽然通通落选，但斥资百万制作的竞选歌抗议还是流传到了现在，更是被歌手蛋堡认证选举饶舌歌我只服阿海。不过特立独行的柯四海却惹过不少的麻烦。据说柯四海长期靠着侵占法拍屋赚钱，也有诈欺伪造文书等等的多项前科，背负了上百件的官司。抗议天王柯四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物？他在抗议什么？又有哪些争议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圣诞节还在烦恼要送小朋友什么礼物吗？你可以考虑送他未来需要的能力当礼物。芒狗狗生活素养绘本圣诞限时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哦，成比金石堂热卖当中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专注找游戏、培养刷牙习惯，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现在13本全套组只要6折哦，输入77推荐再9折，现省2800，超划算！在圣诞优惠期间下单，还会送圣诞卡片与着色画哦。快点击资讯的连结，为孩子选一套绘本当礼物吧。根据柯四海的说法，他出生在台南盐城的一个地方望族，他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但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所以在家族土地重划的时候，他就分到了5000万元的财产。当时才20岁出头的柯四海就拿着这笔巨款，在台南开了一间建设公司，靠房地产赚进了不少的钞票。只不过少年得志的柯四海之后的人生却没有因此一帆风顺。后来柯四海北上发展，曾经投资过电影事业，也从事过土地开发，但都不是太顺利，赔掉了数千万的台币。直到35岁时，柯四海才发现，似乎有个可以让他再次翻身的方法，那就是买卖法拍屋。法拍屋顾名思义就是遭到法院强制拍卖的房屋，通常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一些。柯四海发现买卖法拍屋中间有非常丰厚的价差可以赚取，而且价格越高的法拍屋竞争者越少，所以他就瞄准市价1-2亿的大型案件，用30%的价格拍入，再用市价转手卖掉，一进一出7%的利润就可以轻松的入袋。柯四海还曾经大方的告诉记者，这样子长期操作下来他已经在台北拥有200-300间的房子，推估身价可能高达70亿台币。当时财力雄厚的柯四海以饭店为家，住在信义区里面最好的5星级饭店里。不过，却有人质疑说，柯四海会这么有钱，其实都是靠侵占法拍屋得来的。早期的法拍屋大多是不点交，意思呢是买到房子的人只拥有所有权，至于使用权呢，就要新买家自己去跟使用者协调，法院不负责。而且假设房东在签完租约之后才卖掉房子，那新买家就要等房客把租约走完才能够收回房子。因此有很多的人会故意租赁或者是侵占法拍屋，然后勒索新买家说，你不给多少钱呢，我就要在房子里面搞破坏。而在法拍界呢，这种人就被叫做海蟑螂。像是曾经有个案例有买家坚持拒绝被海蟑螂勒索，就整栋房子的水管跟马桶都被对方灌满水泥。而根据三立新闻的报道，柯四海呢在法拍界其实就是知名的海蟑螂。柯四海会故意跟被法拍的屋主签租约，然后再跟新屋主要求巨额的搬迁费，甚至呢他还会带大批的流浪狗养在法拍屋里面，让得标者知难而退。像是在2003年，柯四海就占据了台北一栋已经被法拍的房子，不止在里面养狗还隔成了10个小房间出租。那为了要阻止房屋被点交，他甚至还运来了6卡车的垃圾堵住出入口。后来法官不得不找来霹雳小组抓人，还出动了环保局、捕狗队跟搬家公司，才顺利的将屋址呢交给了新任的屋主。而除了法拍屋之外，柯四海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争议。
根据周刊网的报道，柯斯海在30岁之前就有窃占、诈欺、伪造文书等前科，而在他北上之后，又陆续犯下了妨害秩序、妨害自由、毁损、妨害公务等等罪行，身上的案子可能高达了上百件。根据判决的内容他不止骗过同居女友的钱，骗学生租金，做假账向银行榨取贷款，拿未上市的股票欺骗投资人等等等等。那虽然很多案件都已经定验了，但是柯斯海却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为了要捍卫自己的清白，他除了向媒体投诉，还到公家机关去举牌抗议，但当然没有什么人要理他，所以他灵机一动，决定要直接乱入新闻现场，让这些媒体不想拍他都没有办法，而一代抗议天王也就此诞生。为了要乱入新闻柯斯海说自己每天会看12份报纸，办公室也随时开着6台电视，让他了解哪边有新闻热点跟采访需求。他甚至还聘雇了6位小蜜蜂，请他们跟着 SNG 车走，只要发生了重大新闻，小蜜蜂就会通知他到场抗议。靠着这样子一直乱入，柯斯海成功的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但是这个行为呢，也让很多的记者非常头痛，因为他不只会干扰新闻的采访，破坏画面，甚至还会挡住摄影镜头，害记者拍不到画面。因为这个样子呢，还曾经有记者气到对柯斯海动粗，但无论媒体有多么的不爽都没有办法阻止柯斯海。所以后来双方也慢慢的磨合出了一些默契。像媒体呢，就请柯斯海只能够在受访者的背后安静的举牌，尽量不要干扰采访。不过柯斯海当然没有那么乖很快的就发明了新的抗议花招。柯斯海最知名的道具就是他手上的2张牌子，他分别取名叫做倚天剑跟屠龙刀。在每一个采访现场呢，他都会利用179的身高优势，快很准的站在受访者的身后，把他的倚天剑跟屠龙刀呢亮给媒体拍摄。如果现场有大量的摄影机呢，他还会缓缓的移动他的牌子，确保每个电视台都有拍到画面。而且他还不只是单纯举牌而已后来还发明了很多的招式，像是左右交换缓缓上升，帮受访者长出翅膀，或是长出兔子耳朵等等。到后来呢，就连记者也会给他 idea， 帮他想一些举牌花招。那除了举牌之外呢，柯斯海也很爱利用动物来创造抗议的噱头。比如说，柯斯海呢曾经带着鸵鸟去最高法院批评法官是鸵鸟心态；带过鸭子去司法院质疑司法阿法，甚至呢还带螃蟹去总统府骂政府官员都横行霸道。有一次，为了要抗议环保局取缔他的流浪狗收容场，他还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室放出了1200只老鼠，控诉国家鼠辈横行。但是最经典的一次，应该是他曾经带着一只牛去总统府抗议政府黄牛，结果抗议结束之后呢，他带牛去228公园洗澡，被民众报警检举。当时由马英九执政的台北市政府就依据水利法对柯斯海开罚了50万元，而且呢没收了他的牛。从那之后，柯斯海只要逮到机会呢，就会在镜头前面大喊“马英九还我牛，马英九还我牛”。而这句话后来就变成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网络迷因，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在敲碗说牛到底去了哪？那根据柯斯海自己的说法他后来有把牛拿回来，然后他跟一群朋友把牛吃掉了，但也有报道写说呢，牛是被送去屏科大安乐死了。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确定。那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大致能够感觉到当年的柯斯海到底有多狂。不过，这位话题不断的抗议天王，最后却因为家庭逐渐淡出了媒体版面。柯斯海自己说过，他的情史丰富，交过9任的女友，也结过3次婚。在2014年的时候，他跟新任妻子的小孩出生之后，就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面。后来有一次，他在公园遛小孩的时候呢，正好被记者发现。他告诉记者说，自己现在专职当奶爸，生活过得很幸福，已经没有抗议的动力了，可能要等到小孩子上学之后才会复出。不过这个看似幸福的生活呢，却没有走向美满结局。后来有媒体报道，柯斯海跟妻子分居离婚，分开的原因呢，可能跟柯斯海的帕金森氏症还有财产纠纷有关。而在离婚之后，柯斯海就以箱型车为家，一个人住在阳明山公园里面，每天靠着泡汤、爬山、跑步、晒太阳养病。这段时期的柯斯海呢，基本上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不过去年底，柯斯海为了一个释宪案跑到了司法院等待结果，成为了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为什么柯斯海要等释宪案呢？其实是因为在10年前左右，柯斯海因为伪造文书等等的原因被判入狱服刑。但当时除了服刑之外，他也被强制要求去职业训练所工作，学习一技之长。但柯斯海认为都要被关了，还要被强制劳动，这根本就是被处罚2次啊！他质疑这样子的做法已经侵犯了受刑人的自由，因此在2013年，柯斯海向大法官提起释宪。而在他之后，也陆续有32位民众提出释宪申请。最后在2021年的12月
10日，大法官认为强制工作确实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宣告监狱的做法违宪。而这个结果呢，影响了总共260位的受处分人，其中有9位还因此在当天就重获自由。当时柯斯海也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大法官的结论表示肯定。只不过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柯斯海最后一次上镜头，而这段画面也成为了抗议天王生前最后的公开影像。我们在做这一集之前呢，原本对柯斯海不是太熟悉印象当中只记得他好像是一个很热衷于抗议、很努力在争取媒体曝光的人。那查完资料之后才发现，哇，柯斯海的争议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多。除了法拍屋的问题之外，他牵扯过的官司，还有跟媒体的纠纷，可能都曾经让不少人深受困扰。但是也是因为查了资料，他们才有机会发现柯斯海比较少被一般人看到的面向。就像刚刚说的释宪那样，无论他一开始提释宪的动机是为了什么，释宪的结果都改变了许多受刑人的处境跟待遇。这也算是柯斯海抗议人生当中少数获得的胜利。总结来说，抗议天王柯斯海一生的功与过还是有点难评价。但无论如何，他为了抗议付出的精神、独树一格的抗议招式、经典的抗议口号，确实在台湾的民主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也让他成为了令人难忘的传奇人物。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你对于柯斯海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那还用说，当然是马英九还我牛的经典台词，比我对他拿这个抗议手牌的画面超有印象，忘都忘不了。C 我觉得是他超洗脑的竞选歌曲，没有听过的一定要再去看看。D 我好像错过了他最常上镜头的年代，完全没有影响。以及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抗议天王柯斯海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抓漏专家陈才佑以及俗辣迷因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